我和男友痴迷上一幅唐宫美人图，那古画一到夜里就变得栩栩如生，像个活美人。后来我发现，古画能读懂人心，还能满足内心深处的需求。而我们都忘了，美人图是有禁忌的。和陈书义旅行时，我们无意闯进一处偏僻破旧的古董店里，我们一眼就看到满是灰尘的博古架上摆着一幅唐宫美人图，看上去年代有些久远了，倒是这幅美人图依旧灵动逼真，甚是美轮美奂。画里的美人风韵犹存，身着红妆，眉眼间刻画的惟妙惟肖。若是盯着画里的美人，仿佛下一秒她就要从画里走出来一样。更新奇的是，美人的表情会随着光线而变化万千，时而严肃冷漠，时而娇羞动人，在不同的时间有着不一样的喜怒哀乐。那妆容和衣装也会随着温度而变化无常。男友戴上手套，如获至宝般的拿出放大镜，小心翼翼观摩着，那眼也不眨的模样，像极了在看无价之宝。虽然知道男友钟爱古字画，可现在看他这如痴如醉的样子，我还是有些吃味。还好那古董商似乎没发现其中的奥妙，几番推搡就谈下了。古画有禁忌，你们多注意。古董商低眸环视我俩几秒，叮嘱几句，麻利地戴上手套，将古画卷好，用一截黄色夹带着红色的布条打结后，装进一个雕刻着符文的木盒之中。不愧是古董，就连木盒子上的符文都这样充满神秘感。男友小心谨慎地捧过木盒，笑得合不拢嘴。回到酒店，男友就迫不及待地拿出美人图继续端详。我因为太累，就早早洗漱休息了。半夜男友不管不顾地将我圈在怀里，这一夜男友热情似火。事后我还调侃他越发会来事了，他也只是默不作声，如同一个刚入行的傻小子。打开夜灯后，我发现古画被挂了起来，此时正对着床位，画上那双眼炯炯有神地睨着我。我心里莫名有些发毛，有种被偷窥的感觉。我走近一看，古画里美人的神色竟有些泛红晕，面容娇羞可人，衣袍也随着昏暗的光线变成了清凉的薄衫，很是让人意乱情迷。我内心感叹，怕不是真的得了一幅神画吧。得了这古画几天后，我发现每夜醒来后，我都大汗淋漓。陈书义倒是越发红光满面，满脸艳足享受。那古画夜里会散发奇香，惹得人心猿意马，胡思乱想。我全当它有会促进夫妻关系的魔力。我和男友越发对这古画爱不释手，到哪都携带着。没注意到今天陈书义变得有些不对劲，他神情恍惚地将古画随意扔在了桌面上，嘴里不停地嘟囔着这画有问题，快扔了它。看他这样子，我不敢保证他接着就会把古画销毁。我急忙将画卷起放回木盒之中，哪知陈书义见我如此呵护这画，一把扯过木盒就往外跑。我来不及思索半分，就立马抱住他的腿，不让他跑。许如画清醒点，这画是邪祟，会蛊惑人心。明明是一幅好画，怎么就成了邪物了？陈书义没法子，看我执迷不悟的模样，也只好无奈返回，接着将他这几晚经历的诡异事情如数说出。原来旅游回来后，我接连在公司加班，陈书义每次工作完后就去书房里捣鼓书画。可奇怪的是，每到深夜12点，那古画的异香就袭来，他顿感口干舌燥，浑身发烫，精神也越发亢奋。起初他以为只是天气过于炎热的原因，接着他发现不对劲，他一闭上眼，脑海里全是那档子事，无论他如何控制心神，都于事无补。那古画里的人变化多端，时而变幻的清纯可人，时而妩媚多姿，无论多坚定的心都逃不出他的蛊惑。陈书义说完后，还有些心有余悸。连续几天的魅惑之夜，他的脸色苍白，眼底乌青一片，满眼尽显憔悴。我轻轻拍着他的后背，以示安慰。只是我始终觉得一幅画而已，怎么可能会蛊惑人心，会引诱活人？我猜想，或许是男友工作压力太大，神经紧张过度而已。在他平复好心情后，我对他说出了我的见解。不料我话音刚落，他就立马冷下脸。许如画，你宁愿相信一幅画，也不愿意相信我？他厉声质问着我，随后摇头苦笑，失望透顶地看向我。容不得我反驳阻拦，他不管不顾地抱起木盒就匆匆离去。这是我们第一次红脸，挺意外的。我依旧不信一幅画能有如此邪性，可陈书义的模样又不像撒谎。我开始上网搜寻这古画的来历，没搜索到，倒是搜到一桩不挨边的命案，说是一个乞丐突然离奇暴富后，家里人接二连三出了意外。网友们众说纷纭，有说是为钱被害，也有的说是骄奢迷乱破产了。只有一条评论让我有些后背发凉，除了被邪物迷了心智，不然想不到还有什么离奇的解释了。而那乞丐确实是一夜暴富，成了本市赫赫有名的富豪。我略有耳闻，隐约记得叫什么陈家顺。我躺在沙发上回想着寻到古画的时候，我决定不再为了这破画影响我和男友的感情。我刚准备出门，就碰上了刚回来的男友，他手里还抱着那个木盒子。见到我的那一刻，他扔下木盒就紧紧拥住了我。对不起，如画，我不该不顾及你的感受就一意孤行的，我也有错，不应该为了这破画和你置气。道了歉，我们和好如初了。
我们决定明日就将画捐到文化展览中心。我去捡那木盒时发现木盒上的符文缺了个角，应该是刚才扔在地上时磕碰掉了吧。我没想太多，就将盒子放回。说来也奇怪，从这一夜后，我和男友睡眠质量好了很多。他升职，我发了奖金。我们抱着古画犹豫不决地徘徊在原地，会不会是我误会了这古画？男友依依不舍地抚摸着木盒，眼神有些不舍。你还记得那古董商说古画有禁忌吗？我拍了拍脑袋，恍然大悟，迫切地拉着他往回走。男友难得顺从地任由我拉着他往回走。我记得卖美人图的老板卖画的时候遮遮掩掩，他那眼神像是知道什么秘密，或许他能告诉我们那美人图有着什么不能亵渎的禁忌。我们第一时间请了假，订了机票。我怀揣着激动万分的心情，找到了那条偏僻的小巷子。奇了怪了，那个破旧的古董店怎么就倒闭了？门口坐着一个男人，动作疯疯癫癫的，嘴里不知说着什么胡话。美人，大美人不见了，找不到了，呜呜呜！也是个可怜人。我叹了口气，拉着男友准备离开。疯癫男子猛地一转头，眼睛瞪得老大，猛地起身就朝我狂奔而来。美人，美人，原来在这，你不要走！我被这突如其来的状况吓得连连后退。如画，快走！那人是个疯子。慌乱间，男友死死攥住我的手就要跑。回头时，看到一个年迈的老人拿起手里的电线，就朝着疯癫男人劈头盖脸一顿打骂。老人拉紧疯癫男人腰间勒着的绳子，像拴狗似的将他扯回。他是个傻子，刚才犯了病，不会伤人的。老人抹了把眼泪，唉声叹气地给我们讲述了男人悲惨的命运。原来疯癫男人年轻时并不傻，父亲开着古董店，生活也还过得去。也不知是怎么回事，自从他父亲去外地收回一批古董后，原本聪明伶俐的父子就像中了邪了一般，没日没夜地紧锁房门，将窗户遮得严丝合缝，不知干啥事。接着儿子就疯了，嘴里神神叨叨地喊着美人美人，像得花痴病。前些日子那父亲清醒了几日，风风火火把店铺里的老古董盘了出去，将钱和儿子都托付给了老人，就跑路了。我和男友在回去的路上一路沉默不语，男友小心谨慎地观察着我的神情，犹豫再三，还是开口试探我的想法。既然那家古董铺这么邪门，那这幅古画肯定也有问题。你的意思是把它扔了？听男友说完，我内心也有些发毛。找个寺庙比较稳妥。我们默契地对视一眼后，下定决心似的重重地点了点头。愉快的决定后，顿时觉得松了口气。我和男友将美人图卷好后，放入那缺了一角的符文的木盒当中。我们特意选了一处离寺庙很近的酒店。去酒店的路上，竟凑巧地碰见了男友的大学同学，也是他曾经的前女友。白芝芝卷着大波浪，穿着包臀裙，画着大红唇，简直妩媚动人。白芝芝迈着小碎步，自然地挽过男友的手臂。书意，好有缘呐，在这都能相遇，真是上天注定的缘分。他刻意忽略我，毫不避讳地伸出那青葱般的手指，去给男友整理衣领，动作亲昵的让我抓狂。白芝芝，注意分寸，我马上就要和如画订婚了。男友神情不悦地推开前女友，眼里是藏不住的厌恶。那又怎样？你没结婚，我就有机会。白芝芝抿着红唇，不满地蹲在地上啜泣起来。那茶味十足的夹子音让我想吐。我蹙了蹙眉，烦躁地轻嘲了一声，内心止不住地咒骂起来。一副勾人的狐狸相，就爱当三妹，铁定哪天要被原配泼硫酸。男友丝毫不管白芝芝在身后哭哭啼啼，冷着脸拉着我就走了。可还没回到酒店，街道就传来急促的救护车声音。匆匆的行人从我们身边走过，每个人都对着手机屏幕里议论纷纷，指指点点。好好的一张脸被泼了硫酸，好可惜呀！起初我还不在意路人议论的时间，你没看到发出来就被封禁的图片，好恐怖啊！整张脸没有一处好的，有的地方都露出白花花的骨头了，好像被毁容的那个女人是个3，被原配泼的硫酸，活该！谁让她破坏人家的婚姻，罪有应得。可越听越不对劲，硫酸3毁容，我慌乱地打开手机，看到了这个实时热点。我看到那毁容的人和白芝芝穿着打扮都一模一样，就连那红色指甲也如出一辙。可是他刚才明明还蹲在地上撒泼的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？我猛地回想起，当时我太过气愤，在心里诅咒了他。不能啊，怎么可能这妖巧合？我神情慌张地将手机收回，大步跟上了男友的步伐。回到酒店，男友就脸色痛苦地躺到床上，大口喘着气。才走了这段路，脚就抖得不成样。看来我该减肥了，这段时间肚子都带了一圈了。这一夜，我心事重重，无心睡眠。清晨忽地听到浴室传来一阵惊呼，我从睡梦中惊醒过来，一把掀开被子就跑去查看。哪知道男友乐呵呵地在照镜子，见我进来，还故意在我面前摆了个帅气的 pose。宝宝，你快看我的8块腹肌，帅吧？果然人还是得锻炼啊，不枉费我昨天走得脚瘫手软的。我这才注意到男友的大肚腩一夜之间消失了，
更离谱的是，一夜之间他长了8块腹肌。我没记错的话，他昨夜还嚷嚷着要减肥的，好诡异，不对劲。我默默地退出了浴室。从昨晚开始，只要我和男友内心所想所愿，统统能在短短时间内全部实现。我不确定我猜想的对不对，于是我决定再试一次。我闭上眼睛，屏蔽了外界一切。好饿，好想睁眼就能吃一份肉质鲜美的牛排。我还特地缓了缓，希望是我的错觉。下一秒，灵敏地嗅到了鲜香浓郁的焦香味。我睁开眼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桌面上摆放着鲜嫩多汁的牛排，竟然是真的！我得到了神秘技能。我兴奋地在床上反复打滚。我一边欢乐地享用着牛排，一边闭上眼睛，再次在心里许下愿望。一睁眼，出现堆积如山的金钱；再睁眼，得到了金光闪闪的金条。宝宝，帮忙把我的内裤拿进来。听到男友的声音从浴室传来，我才恢复了少许理智。好，等男友出来时，一切都恢复了正常。宝宝，我怎么好像闻到了牛排的香味？男友拱着鼻子使劲嗅了嗅，大概是你饿了，那一会儿我们就去吃牛排。我难掩内心的雀跃，随口敷衍了一句。好吧，那一会儿回来我们就去寺庙。早送走，早安心。我和男友早早就去填饱肚子，心想着先把那股话放酒店吧。只是很奇怪，一路上我都许了心愿，可都没啥用。或许只是我得了臆想症。最后我垂头丧气地拉着男友回到了酒店。正事要紧，不能耽搁。男友拖着行李，我捧着古画盒子，朝着寺庙方向走去。求你别去寺庙，我是古画，见不得佛光的。我脑海里不自觉地传来一阵眩晕，接着就听到了女人火急火燎的求饶声。我环视四周，并没有什么女人。我能满足你所有愿望，金钱、美貌、身材，统统都可以。我顿时放慢了脚步。难道真的是这幅古画应了愿望？联想到这几日种种离奇的事件，好像自从将这古画带在身边，他真的有求必应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我在心里与他对话。你昨晚想让那个女人被泼硫酸，我做到了。还有你男朋友要减肥，我也做到了。那食物、金钱、金条，我也做到了。古画里的女人将我许下的所有愿望如数说出，她语气很惊慌不安，好似在畏惧什么。这一切太过离奇诡异，我有些缓不过来。随着年龄增长，你会年老色衰，我可以帮你保持永远18岁的模样。果然女人对这方面的话题很敏感，我没来由的恍惚了一瞬。她再次乘胜追击，你眼角有了鱼尾纹，脸部也开始下垂松弛，身材也开始走样，我可以帮你吗？相信我。我像是被他掐住了命脉，明明已经站在寺庙门口了，脚却有1000斤重，挪不动半分。男友疑惑地打量着我犹豫不决的表情，他拉过我的手，催促我到了。我却猛地甩开了他的手，往后退了一步。而这时，一位拿着佛珠的僧人出现在寺庙门口。他看到我后微微点头，笑容和蔼慈善。施主心事重重，何不进寺庙吃斋念佛，养生养性？他淡淡地扫了一眼我怀里的木盒子，眉头紧锁，脸色变得异常严肃。施主最近可是经常梦魇，心里充满了欲望和邪念。我没有回，男友却惊讶地点头如捣蒜。莫要被邪物侵蚀了内心，随贫僧进来，为你洗涤心灵的邪祟之气。看着僧人严肃认真的样子，我内心迟疑了一瞬，打算跟随进去。我可以让你最爱的母亲扫除病魔，让她康复。别进去。古话语气十分慌乱，恰好说中了我内心深处的遗憾。施主，回头是岸，不可越陷越深。僧人依旧耐心劝导，那眼神里充满了担忧。怎么了？不是说好的吗？怎么突然犹豫了？男友不解地拽了拽我的衣角，低声询问我突如其来的变化。我不是邪物，我只是个封存久远、有灵性的古物，我从不害人。古话说完，还委屈地哭了起来。我脑海里蓦地闪过母亲生病时痛苦的哀嚎，没日没夜地吃药打针，模样被折磨的人不人鬼不鬼。不，我不进去了。这一刻，我下定决心，只要能让母亲脱离病魔，付出多大的代价，我都愿意。我低下头，死死拉着男友往回走。余光中，我看到僧人摇头失望的表情。也许那古画是邪物，可无论如何，我都要试一试。回去的路上，男友生气地挣脱我的手。如画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真如僧人说的，你被邪物侵蚀了？怎么突然改变心意？如果这话会害人，我们就要没命了。不要自己吓自己。什么年代了，还这么迷信？我白了他一眼，随口编了个借口。当晚我们就回到了居住的城市。我花了好大的力气才哄得男友睡下。接着我就把古画装进了一个袋子里，准备去看望母亲。能换个黑色的袋子密封吗？不能让别人发现我的存在。古画的话却突然浮现在我脑海里。我想了想，确实不该让它露面，要是被别人发现这个宝贝，会有危险的。于是我重新给它换了个完全见不到一丝光线的黑色袋子。来到我妈所在的精神病院，她疯疯癫癫地在长廊上又唱又吼，曾经浓密的头发变得稀疏花白。我靠近她，她不认识我。
我摸了摸他皮包骨的身子，背过脸哭了起来。古画，请你帮我把它恢复正常吧。我带着哭腔，断断续续地许下愿望。我会实现你的心愿的。古画应了一句，就消失在我脑海里。再回去的时候，母亲安静地坐在木椅上，看到我后，眼眶通红，流出了泪水。这一刻，我和母亲紧紧相拥。母亲奇迹般的康复了，是院里一个神奇的神话。后来我把母亲接回老家，给她请了保姆照顾她。我后悔没早点寻到这无所不能的古画。也是从这一刻起，我对古画有了100%的信任，了解了古画的神奇用途。我开始钻研自己的脸蛋，我即将许愿恢复到18岁的脸蛋和身材。为了不被男友发现秘密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背着男友的。我装模作样的在家做减脂餐，锻炼身体，偶尔做些养生汤，在他面前晃悠。我苦苦忍受了1个月，今晚终于可以实现那遥不可及的心愿了。我定制了一件昂贵的吊带裙，化了个淡妆，急不可耐地站在镜子前。几秒的时间，我看到镜中的我一点点发生改变。原本已经有些臃肿的身材，开始肉眼可见的紧致提升，那下垂的部位也逐渐变得饱满有型。接下来是面部肌肤，从一开始难掩岁月痕迹的肌肤，慢慢的变得白里透红，连带着鱼尾纹和法令纹也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像是开了特效般神奇。看着镜子中恢复到18岁的模样，我兴奋的手舞足蹈，像做了一场美梦。次日一早，男友惺忪着双眼，抚上我滑嫩的肌肤，他像不知厌足的饿狼，害得我一次次昏睡过去。醒来，他才发觉我变了个人，贱兮兮地研究着我的每一寸肌肤。我只是告诉他，是这1个月以来我自律的成果。现在我说的话，他相信得不得了，接连几日都寸步不离地守在我身边。他嚷嚷着也要自律起来，不然怕我以后会爱上别的男人。这样的感觉真是爽爆了。当然，这些还远远不够，我又许了心愿，眼睛再大些，鼻梁再高挺些，身材要前凸后翘，连头发丝都要完美无瑕。自从大变了个样，我整个人都自信放光芒，连着几个高富帅约我出去玩。临走前，我心想着今夜就不带古画了吧，反正我现在有颜值有钱。怕被男友起疑心，我就将古画随意摆在了房间。几个小时下来，约我出来的那个高富帅就彻底沦陷，当场就对我高调表白。我拒绝了他，还云淡风轻地甩了张支票给他，就当做今晚辛苦的酬劳吧。我欢天喜地地回到家里，发现客厅原本暖色的灯关了，客厅一片漆黑无比。很奇怪的是，就连卧室也没有一丝光线。我心里疑惑，难道男友出去了？可接着书房里传来了一声声女人魅惑不可描述的声响。你好美好迷人啊，你没有名字，我叫你叶咪好吗？隐约间，我仿佛看到了男友挥汗如雨的场景，他的气息和以往大不相同，声音像着了魔一般。那书意叫我一声叶咪，这声音酥软，充满着魅惑，让人一听就全身酥麻入骨。我极力克制着快要迸发的情绪，听到这我再也忍不住推门而入。可映入眼帘的一幕让我惊讶的久久不能平静。陈书义满脸陶醉入魔，身舞寸缕，与那幅美人古画相知相缠。看到我的那一瞬间，陈书义满脸震惊。清醒后，他慌乱地抱起衣服躲在了屏风后面。如画，对不起，我喝醉了。恍惚中我以为是你，我真的是看错了。看着语无伦次的陈书义，我没发脾气，只是将地上的裤子捡起递给了他，又拿起古画退出书房，顺便将门关上。随后我就回到了客房，我冷冷地看着此刻古画里的美人，身着透明纱衣，面若桃花，满脸陶醉其中，含羞带怯的样子。是你引诱他做的。我点燃一根火柴，凑近。主人，是他唤我出来的，我感受到他的心愿，我错了，请你别伤害我。古画悲伤地哀求我，向我解释。我才发觉，这古画无论是谁拥有，他都会想方设法替人完成心愿，这只是他的本能反应，也不能全怪他。我吹灭了火柴，将古画圈了起来，安放在木盒子里。而陈书义从那日后对我越发愧疚，每天对我献殷勤，给我做饭，陪我看电影、逛街，每件事都尽可能做到亲力亲为。他隐晦地告诉我，那古画有问题。那天他在书房工作，那古画莫名就传出一股浓郁的异香，紧接着他就起了小心思，想起了我。可那古画似乎能看穿他的心思，就幻化成了我的模样，与他深入交流。他渐渐迷失在那古画之中。如画，我觉着那画是邪物，我们扔了它好吗？男友神情变得严肃认真，我的气也消了一半。傻瓜，可能是上次我网购的促进夫妻关系的香水，哪有什么邪物啊？我亲了亲他的唇，故意编了个借口。我没把握，若是丢了那古画，会有什么反噬？为避免遭遇不测，我只能掩埋住秘密。这次之后，古画没再犯错，我也逐渐放松了警惕。慢慢的，我发现了陈书义越来越不对劲。陈书义每晚谎称在书房加班，可每天清晨他却顶着浓重的黑眼圈出现，一有时间就朝着书房走去，精神很涣散的样子。我还特地检查了古画，
确实在衣柜的暗格里。直到某个熟睡的夜里，我感觉到喘不过气，猛地惊醒过来，发现陈书义死死掐住我的脖颈，掐死你，掐死你，掐死你，我的叶秘就能复活了。他的嘴里不停念叨着要我死。陈书义，我是许如画，你清醒一点。我被他勒得快要窒息，只能使出很小的力气去唤醒他。陈书义眼神动了动，力道有些放松。书义，叶秘喜欢他的身体，掐死他，你就能和我永远在一起了。这时那古画美人魅惑的声音适时出现。陈书义眼睛又变得迷离，用力按住我的脚，死死掐住我。我已经开始停止挣扎。许如画，要不是为了你这具身体，你以为我会臣服于你？哈哈哈！知道陈书义是谁吗？他是欲望之恶的产物，若没有他的精血，我又怎么会恢复得这么快？古画飘在半空中，随着我气息越来越孱弱，他透明的身躯也变得越来越清晰。我才看清楚，他的容貌和我长得一模一样。只可惜陈书义朝我使了使眼色，我知道他清醒了。以最快的速度，陈书义将那古画一把抢在手中，将它对准在蜡烛上，开始燃烧蔓延。书义，别杀我，我能满足你的一切愿望。古画哭得伤心绝望，不停抛出无数诱惑。哈哈哈，我死了他也会死，你是欲望之恶的后代，我死你也会死。我转身一看，陈书义的身体竟然也开始慢慢消失殆尽。我慌忙要去扑灭那烛火，陈书义却阻止了我。许如画，我父亲就是陈家顺，邪物不死，终究还会害人害己。说完后，他已经奄奄一息地跌倒在地。他满意地看着古画被烧毁，如愿以偿地笑了。一阵微风吹灭了蜡烛，我抬手去遮挡灰烬，发现那古画美人图上的灰烬一层层剥落。灰烬褪去后，又呈现出一幅更加古老的图案，与那唐宫美人图一样，只不过这画上是一个身着金色铠甲、骑着骏马的少年将军。眼看着那古画里的将军越发变得栩栩如生，慌乱间，我跌跌撞撞地要去将画烧毁，却意外将手腕划了个口子。那血不小心洒在了那古画上，一瞬间，那画里的人就变得活灵活现，从画里挣脱出来。一次又一次的画面冲击着我的脑神经，我转身就要逃，下一秒就被异物死死掐住了脖颈。许如画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鼻腔和口腔里传来陌生的气息，强势霸道的手臂将我牢牢束缚住。当着陈书义的面，那诡异的古画强行与我亲密接触，在他最放松、最掉以轻心的时候，我将他推入了火焰里。那古画里的男人却笑得邪魅狂狷，他伸出手臂，狂妄地舔舐着我刚才洒落的血液。这一次，我看着他隐没在火焰之中，才彻底放松。陈书义大难不死，捡回了一条命。我们结婚了，可是婚后我发觉这个男人根本不是陈书义，倒很像那古画里的少年将军。却在这个时候，我发现我怀孕了。许如画，你有我的孩子了。